11点热炒店熊高差，不呛不辣不上桌。最近世界的局势非常的乱，纷纷扰扰。Donald Trump。I'm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已经出手伊朗了，各位，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的纷乱的。是的，但是在世界上，外面的战争有联合国在管哦，但是家里的战争谁来管呢？怎么办啊，老师？很多人都说今年是火象年，然后就是会有战争，然后也的确嘛，世界已经发生这些战局了。可是你知道这个战局不是只有发生在世界，在我们家里也会啊，大大小小的都有哦。是的，所以家或者是感情的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了。真的，就你不孤单啦，你不孤单啦，因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有些事情看着看着就看淡了，有些时候人生就像擦屁股啊，不是真的擦干净，是颜色淡到你可以接受了。这个鸡汤怪怪的，这个感觉啊，是啦是啦，所以有很多的喜怒哀乐，也有很多的忍耐，对不对？没错，而且很多感情也不是只有讲感情，有时候也会讲利益啊，还有有时候也会莫名的，你对他最好，他却对你背叛啊，等等之类。这我想听这种的。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讲故事的人哦。好，来何嘉文，欢迎若曦娘娘，还有子布尔。好，也要欢迎今天的专家们，欢迎吕文婉，大家好，林玉峰，哦耶，坐上了这里，你们那个要有战情哦，真的，苦主，我们是苦主，你就是牡羊座，我是牡羊座。其实我很困扰的一件事，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啊，你说，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别拿我的卡刷你的孝顺，这很过分，是不是很过分？对对，是你兄弟姐妹的。没有，是我老公。哎呀哎呦，整个事情是这样，因为我老公就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公是上班族，所以上班族的上班时间是比较固定。是。那有时候，比如说他妈妈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比较激动嘛，然后我觉得这种新时代女性又夹在旧观念里面，我们就是很容易会有一种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我要完全承担吗？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醒觉，对不对？但是你身体忍不住，还是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去照顾一下。那好，那我们就去照顾了，照顾没关系，时间可以就可以嘛。那你知道你在照顾的时候，难免你在医院里面一定有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嘛。那我们就是人在现场，那我们就要付掉啦，就这个付掉，这个付掉，付掉这样。是。那刚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我跟你说，人不能闲下来。有一天呢，我就是坐在医院里面闲着些，突然想说，这信用卡单不来了吗？你一看，然后你就在想说，这个公账一般是跟公司报，对不对？如果你帮朋友代购，不就跟朋友拿吗？对。那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要跟谁请款？对，到底都没有人教我们这个事情。不用一直讲，因为我知道你有良心不安哈。对，没有是不是？他一边讲一边又在自我安慰。看出来我想做好人，对不对？对哈，他一边对我他有罪恶感，他有罪恶感，对，但是我心里又不满。对，所以他想讲。对，其实你应该要不满。对，然后应该讲，然后我就找了某一天呢，就是我老公有空时间，我就讲了这件事。我告诉你哦，他的表情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一直预期说我讲完他应该会说拍谁忘了，就是哎呀这也太忙了多少来结一下。对，我老公的表情跟香水一样。钱香是那种钱香，就是好像怎么有这一题这样子，然后中味就是那一种，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吗？这是你该问的吗 ？Ending 来了 ，Ending 了 ，Ending 是最重要的味道，对不对？对 ，Ending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我就想说，那就是你得吞了。对，可是我心里又有一种很大的疑问，就是说，那我要吞，你要给我个理由。我觉得这什么理由？叫大家都是自己人。然后因为我老公的意思就是说，那大家自己人，然后在家里的开销本来就应该怎么样。我说这个不是应该家里的开销，他的意思是这样。对，我就说，所以我问他，我说，所以这是要报公费？他说不是啊。我说那还是报你。就是我跟你请款嘛，对不对？他就说不是啊，这就是家里的开销，就是大家谁有空谁付。我想说，谁有空谁付？谁有空谁付？我也可以没空啊，什么意思？其实我跟你说，我在意这不是那个钱，我最后忍不住跟他讲，我说这也不对啊。你说你们在分好处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分到我这里？说的也是，因为你没空啊。
你没空，你有空的时候没空，好处的时候你又没空啊。工作啊，累的时候你又跳出好处你一定要提醒我，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空。哦，然后我讲完之后，我觉得我老公好妙，他突然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而且他第一句话就回我说：“哦，对呀，对呀。”啊，啊，就没有后文了，没有下文。然后我就是好模糊，这个对呀对呀，他就说对啊对啊。然后我跟你说，我老公也是个牡羊座，也是个直肠子，他突然觉得哦，他懂我在讲什么了。他就说哦对吼，他说那应该好，他说那不然你把单据给我。可是你知道我当下就有一种觉得说什么意思啊？所以如果不是我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聊，这事就不是一个事，就不是个事儿。不是他脑中的事了。对，然后他真的不记得。我觉得我听起来，我觉得他不是不记得，因为以他的反应来看，他其实知道有这一笔钱。你看他有，他到中位、后位，他觉得我们是自己人，还提出来，有需要聊吗？我觉得最难受是，要是我会觉得很不爽。对，原因是什么？搞得我不懂事。对，你这个你还提出来哦，而且你会有一种觉得哑巴吃黄连，就是我都已经付了，然后还显得我好像很爱计较，爱计较，对。更重要的是，有一点像是那是你自己要去忙的呀，所以你要付啊。那是你妈对，而且我热心，我孝顺啊，反而好像我被惩罚。对，不行，你妈不就我妈就是你妈，你妈就是我妈。不行，我要帮她老公说话。对，你说，那个卡是你给他卡号，他去刷的，还是就是你在现场刷了？我人在现场，所以当然是我结了呀。不是，那等一下，请问一下，现场那个账单来，我不结，那谁结？医院是要当天结，你刷了就是你，我懂了，哥，我懂了，你并没有帮男生说话，你真的吗？让你们男生去死。罪名，以后账单来，我们就处在那都不刷，没错，对啊，就会变成那个德行。行吗？这行，就或者是就跟吃饭一样，结账的时候就我要去上厕所了，就会突然就会变成那样，大家开始躲。哦，不是，我觉得嘉文太懂事。对，以后如果是这样，你就先拍起来，传给你老公说：“老公，请问这笔账要怎么算？”那你说我先问，当然你要先问啊。如果以那个玉峰哥的那个逻辑，就是说没有你就顺手啦。那你刷的卡，那你还再回头跟我要，那没关系。我们要防堵这种人，就是拍起来传过去，然后你告诉我怎么处理。那如果说，那你就先刷老婆，那回来我再给你，那 OK 了，没事。然后这一句就是证据了，对不对？对，回来我再累积太久啊。先讲，这是一个方法。我有一个朋友很厉害，我在跟他抱怨的时候，他居然教我。他说现在那个医院的账单也可以线上转账，你就传给你老公，叫他线上转账。是啊，也可以叫他线上刷卡，叫直接汇给你也可以啊。对呀，本来就是应该的。现在汇款现在本来就是呀，根本也不用问，直接传给他，你付啊。对，马上付。你结婚搞得跟做生意一样，哇塞！结婚本来钱就是要讲清楚。对，跟合伙，这跟合伙一样。对，有啦，有，好像有几个方法提出来，我有觉得被安慰到了，防范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下子布尔了，最近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呢？基本上呢，就是巨婴让升华计划胎死腹中啊。巨婴是？对，逸翔是巨婴。逸翔对，差点忘了她老公就是逸翔。逸翔是巨婴吗？他看起来蛮成熟的啊。基本上我爱我老公，是他很单纯，他也很善良。其实我真的觉得跟他相处，刚开始觉得好幸福哦，都不用想太多。是哦。可是呢，就是他的这种状态哦，就是会有一种蠢啊，会有邋遢的行为出现。你终于看清楚了。天哥，我真的要讲，他生活习惯真的是糟糕到一个不行。然后我觉得教育行为就会让在这个事情上面让我觉得生娃一定却步。为什么呢？他每次只要回家的时候，他就把鞋子、把袜子全部都丢满地。然后而且都不收，他要等别人收。可是我们家明明就有鞋柜，就自己放就好。对，他就可以自己放，等佣人吗？对，然后再来呢，他到那个房间他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他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他很喜欢擤鼻涕，但是他擤鼻涕擤完之后，他把水饺直接丢满整个床。卫生习惯很差哎。假如说东西假如说像我们买衣服的，对不对？会有吊牌，他一拆了之后，他直接丢地上的。就是他就不会主动去收这件事，很糟糕。然后再来呢，卫生习惯真的是有够差。平常他都不洗澡，
家不洗头啊？哎，好恶心。他都一定要有录节目的时候，而且当天早上洗。哎，我也知是。道了。但昨天有洗啊？昨天有，对。但要上节目前上节目前会洗，录影前会洗那会卸妆吧？会卸妆，会保养，这个一定要对卸，对。他根本就不做这件事情的。啊，男生嘛，男生好像不是他连卸妆都不卸妆，就是假如然说他后就直接今天回家，睡觉啊。对，假如说他今天有上节目，就是假如说他来这边热炒店，然后造型师帮他抓的好好的，很帅。他回家哦，他知道说他隔一天有业配，他会这样睡。要保持那个头发跟那个妆。对，他会这样睡，他会这样子睡一整晚。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娃娃来帮我补妆一下。”然后隔一天他就直接上这样去业配，然后他跟我说这叫省化妆费哦。这个很厉害，为了这个我们当兵里面有一个单位叫空特啊。他们也是有这个训练，但很多人在这一关卡关，就是坐着睡是吧？对啊，因为你在丛林里面，你不一定能够躺着很自在的睡觉。我们这样子是睡不着的，要好好休息。我有个问题问一下，你在婚前都没有发现他这些毛病吗？因为基本上你们交往多久？我们交往5年，都没有发现吗？可是基本上我就想说，我可以用爱感化他。这种女孩子会有这种心，太傻了，想说用我来改变她，怎么可能？这种圣母的情节。然后到昨天，其实昨天我们有吵一个很大的架。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其实都会帮他准备早餐。那一想吃东西很奇怪，就是我们通常一个 sandwich 不是有2片吐司吗？是，他只要1片。哦，就是他不要上面的。好，那 OK， 我就照着他的喜好做啦。做完之后我就给他，我就说，哦，你早早吃，然后等一下要拍戏，你就加油什么的。结果你知道他就这样拿，什么意思？那料就掉出来啊？对，料整个掉出来，对不对？他就用手这样剪。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吃？他忘不了他以前流落街头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有流浪汉，是一种习惯性熟悉的感觉，可能是这样子。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这样子真的，这状况真的很糟。”然后他就讲说：“阿爸，你想怎样？”他要跟我吵架，他说：“你拍戏很累，你还要我怎么样？”天哪！然后你说我要怎么把小孩生出来？这样子的教育观会有问题。卫生习惯这么差，然后又一直抱怨，而且他不洗头是大头小头都不洗哦。你知道吗？怎么生小孩？下面一堆包皮垢，怎么给你生小孩啊？恶心哎，好恶心哦！这重点不是你要不要生小孩，是连做都做不下去。真的，我跟你讲，很多长辈也会说啊，现在这样子，那也许生了孩子就会变，但不行，没有，他现在不变，生了孩子也不会变。老师，我讲了5年，根本要变早变了。只不过你值得更好的啦。对啊，可以这样吗？其实我也单身啊。我是有洗头洗澡的，而且报告我割包皮了，我没有那方面的问题。我不想听。那逸翔如果改，你就愿意了吗？你说他愿意改吗？你说现在吗？对，如果他改，老师我等他5年，所以目前你问这个问题，他已经5年了，对不对？对啊。好，那逸翔其实他可能不是那么确定。知道说你不想跟他生小孩，对不对？对，我是没有跟他提啦。好，那我们还是请逸翔直接现身说法。逸翔现身说法，这是什么？可以吗？直接欢迎逸翔。你们在录影吗？你刚经过，想说听一下。你而且你居然也有名牌，但是我真的很等一下，你确定你要坐我旁边吗？你有洗澡？你有洗澡吗？你帮我挡一下，你帮我挡一下。他有洗，他真的有洗，有洗哈。对，哎，真的，我们这样听完蛮难过的哎。对啊，你现在终于知道你自己有多糟了。是讲的太夸张了。哪有？我没有那么糟。Ken 哥跟我共事这么多年，Ken 哥我应该不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吧？没有，因为我其实这么多年的共事，我根本没注意过你。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讲嘛。我要反驳啦，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夸张。你说像我，其实回到家了，我工作一整天很累。哦。那你东西当然是先随便摆，要不然你还要等一下，你讲的好像我没有工作哦。我们其他人有工作也是归位哦。对啊，而且我们工作人会洗头洗澡哎。对啊。到底是
什么问题？那你这什么理由？没关系，这个我稍微再调整一下。但是我是要跟直播讲说，节目是一时的，好不好？我们的感情是一辈子的，说不定反过来。不一定哦，不一定哦。节目是一辈子的，没有，你们的感情是一时的。不是，我真的如果真的要讲哦，虽然你对我这么多的怨言，对不对？我又何尝不是呢？来急了，你怎么可能会有怨言啊？你刚刚讲那么多，我也豁出去了啦。我跟你讲哦，本来还要说想要养狗，然后我就千方百计跟他说不要，因为养狗真的很累很麻烦。你还要清它的大便尿尿，你要带它出去散步。然后我看你养得很开心啊。有一天，他就抱一只柴犬回来，我快气疯了。养了开始养了1个月2个月，一开始他都很认真哦，清狗大便尿尿啊，还会带出去散步。我想说这样也不错。OK， 到第3个月，这些事情全部轮到我身上，都是你在做。好，等一下哦，为什么会是你在做？因为我真的做的够多了，你不能帮我分担一点吗？对啊，我就是因为夫妻2个人本来照顾狗狗之后，家事才没办法做，澡也没办法，这太累了。澡也没办法洗，没办法洗澡，理由很烂嘞。好像有点道理。还有更夸张的，这条狗你会洗澡吗？我跟你讲，这个还没完哦。过了半年之后，他又说他想养第2只狗。我就真的抓狂了。我说，如果你要养第2只，一个条件，散步的时候我带1只，你带1只，一人1只 ，OK， 一起散步。隔没几天带回来家里1只哈士奇，哇，比柴犬还大只，但活动量有够大的，我告 combo， 好想养。等一下，请问那个照片可以往回倒吗？对啊。那个狗后面的拖鞋跟球鞋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看？怎么回事？你看，就是印象的。你看，你很夸张哎！你看有图有真相，你看。那你看哦，好可爱，这2只这么可爱，对不对？到现在每天都是我带它们散步，每一天哦。然后有一次哦，我好不容易说服他哦，说好，那这样子，今天早上天气很好，一人带1只出去散步。然后我就牵那1只柴犬，他牵哈士奇，他说他想牵哈士奇，结果哈士奇暴冲，他就跌倒，整个手脚都擦伤。不是，那你平常都在遛狗吗？那你是不是如果他会暴冲，你是要跟我讲一下？对，你因为你平常都在做这件事情，你应该跟我讲一下。你这是你设下的陷阱，哈士奇你没有遛过，不是，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遛柴犬。OK， 所以逸翔知道哈士奇会暴冲，所以就让你牵哈士奇。没有，不要再让情况变得更复杂。我觉得你这样讲有道理哦，好像是，他就在旁边当看好戏啊。对，没有，其实就是随机的啦。但是他那一次跌倒之后，我就不敢再让他出去散步了。对啊，所以你看他这样子。他又不用散步我刚刚很认真听逸翔讲然后他不是讲了好多详细的东西吗？是。然后我想说，跟他不洗澡到底有什么关系？对他都，这不是2件事吗？2件事情。这洗澡这方面有在改善的，有时候刚好沐浴乳用完了，没办法。你不要乱讲，你少来去买嘛。你一次是需要多少沐浴乳啊？越描越黑耶！可是刚好。对啊。还有水饺不要丢到床上。对啊。你卫生习惯有点问题吧？是不是？逸翔。好，可能就是太太很会照顾他，才可以当巨婴。也有可能。要退一点。对，你要让他自己想办法。你以后不要照顾他，让他10天不洗澡，看他受不受得了。10天吗？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可以的，加油啦，要改一下啦，好不好？逸翔，好不好？不然真的哦，有时候感情是一时的哦。到时候看直播有没有怀孕啊？她有怀孕就代表逸翔改了。对。好，接下来我们聊聊看，这个玉峰哥家里面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呢？射手座吵什么？射手座这个呢，就是一失言成千古恨。哎呦，因为我是射手座，然后我们又在媒体工作，然后呢，我们什么都好，就是嘴巴很坏。对，哎呦，尤其是我跟我夫人2个都在媒体工作，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其实时间都很晚了。那回到家你要再抱小孩，那我们。其实我刚才是蛮同情逸翔大哥的啦，对啊，可是刚才那个氛围我真的，可是先不要你，对啊，所以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想要
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好好休息抱小孩是没问题哈，我们抱着。但是呢，如果你要看球赛，那你又要再喝一点小啤酒啊，那抱着小孩也不好嘛，因为那个想要有酒的 me time 而不可得。对，然后呢，回到家的时候呢，其实以前就有讲过，就尽量不要把工作带回家里。是的可是新闻工作不一定有办法这么好。就有一次呢，我太太就是回到家了，我抱着小孩，然后呢，我啤酒已经准备要打开了，那她一直没来把小孩给接抱抱走，对，然后呢，她反而接了一个电话，一听知道公司的事情，一听就知道是新闻的事情，对，也但是呢该接可是呢，我都有在心里倒 Q，1分钟。2分钟、3分钟，我第一次发现啊，手表里面的秒针是有功用的，是什么时候？是当新闻工作的时候。所以呢，分秒必争。对，分秒必争，真的。我自己默数到第5分钟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就讲话了。我说不要假装这么忙，要忙。你先等一下，我刚刚有评你，你先等一下。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转过来看我的眼神，我大概就知道，完蛋了，完了，这个啤酒可能没得喝了。那阿姨住我们家，然后呢，我觉得好厉害，她在房间里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冲出来到客厅，然后把我的小朋友从我的怀中给抢走，有大战了，这个要酸了。我就想说跑了，对，啤酒我也不喝了，我要赶快跑进去的时候，阿姨抱着我小孩把房门反锁了。哇！我就看到那个折叠手机那种咔嚓，哎呀，关掉的声音，哎呦，就开始骂了，那个火力大概堪比这一次的美国打伊朗。他先打开一个空中的廊道，他就先讲的第一句话，那你觉得我是真忙还是假忙？我就知道不对了嘛，我就想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可是你讲也讲不赢他。然后就砰砰砰砰，火力四射本来就是对呀，这不是讲不赢的问题，是你真的错了，而且是同业罪加1等。对，因为你会知道。你先等一下，我觉得你那个表情怎么了？你怎么了？跟夫人传神吗？对，我有点害怕。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同业你应该知道，说我的工作性质就是没有下班，有时候事情来就是要处理，你还说装忙，完蛋了！我是不是触动了你什么事情？我觉得你太投入了。对，之前也有类似，之前也是这样。你是不是出去干嘛？为什么可以搞这么晚？出去玩，那就去爆炸，委屈啊，对，委屈真的会。哇，你怎么收场？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也知道不应该讲，我也知道就嘴贱，就对，你看对，就 hold 不住，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后来就没办法收拾啊那你要连球赛都没得看，对他就是他的惩罚，酒也没得喝，球赛也没得看。就是因为祸从口出，没错，忍不住，所以真的要记得刹车啦，没错，是不是？但是刚刚听到了这个玉峰哥的那个故事，对呀，文婉你非常有感觉，没有，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男生有时候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是好像看他啦，就是突然间就是会觉得说，我比方说太太希望你帮忙。可是你会帮到忙。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她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她觉得她老公真的是头壳不知道在装什么，因为她婆婆一直不断的说，你们结婚这么久了，生个小孩，那她压力很大，因为她自己也是上班族嘛，然后所以她就说。因为是你妈妈，你比较懂要怎么去跟妈妈交涉。那我觉得 OK， 其实他做到一点，我们常常讲说中间那个润滑剂很重要，他做了。重点是他自己也不想生，因为他也觉得说，对，因为男生他觉得说，我有工作要拼要冲，那你一旦家里有孩子，我可能我的工作我各方面都会被分割嘛，时间会被分割，你怎么可能置身事外？所以其实他自己也不想，他就跟他妈妈讲说，阿布，你看。恁新妇已经肥到安尼啊！你看，你哪个生落去，他如果再生下去更肥，那辛苦的是我重点在于什么？是我还没生，原来你一直在嫌弃我胖对。再来就是说，其实你并没有，你把我推出去。对。因为你怎么不讲说你自己呢？是你自己。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层层叠叠这些他讲出来的话，让他真的爆炸了。可是这个失言其实真的救不回来。我这个朋友到现在还在气。在他瘦下来之前都会气，这个不可饶恕。所以变成你知道没有动脑筋，
乱讲一通，而且也很自私，为什么不去扛？好，哎，你觉得就是那男的是乱讲一通，就是还是他故意讲给他的太太听？我觉得都有，也是嫌弃他太太说，有你是不是？因为所以呢他，想要一箭双雕啊，对就是讲这句话可对以应付妈妈，然后又可以让太太警告太太点醒太太。丢啊，这样子哦你家不一丢，嘿。这个是聪明的老公哎，是不是计划通哎。后来呢，让这个女生其实后来也觉得很无奈的地方是，她婆婆居然因为她儿子讲了这些很夸张的理由之后，婆婆居然说啊，这样儿子你会太辛苦，那不要好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反应？对。可是如果以结论来讲的话，结论是什么？他太太也是叫他完成这个任务，那他最终也完成任务啦。那问题可以讲好听一点或好一点的理由，你可以讲你自己啊。没有，而且你想想看，婆婆会到处跟人家讲，人家如果问说啊你怎么没有孙子，为什么不生？哦，因为我媳妇太胖了，是不是？是什么理由？其实这个男生来讲的话，还是要让逸翔发表一下意见。我没有要说什么，他宕机，对，我突然被 Q 到。你看，不是，我觉得应该是问男生，男生对，如果今天逸翔也是男生啊对你妈妈一直在催生，你现在是婚姻的状态，你会怎么跟妈妈讲？因为老婆跟你讲，把这个任务给你，你会怎么跟妈妈说？真的不建议大家使用，但有对效。好，有效什么方法？就是给他现金。怎么了？大概多少钱？你说给妈妈给他现金，你有没有在网络上面看过一个短片？有一个影片，就是他你怎么乱停车啊？你的车弄到我的车了。结果这个人就开始从车子里面开始给他1000块、2000块、3000块、4000块，然后给了好几万块之后，在车外敲车窗，这个人就说啊，对不起，其实是我撞到你的车，抱歉，对不起，钱很万能，就走了，解决一切，就可以解决一些事情。所以我说我的方法不适用于每一个人。那当然我会说，妈妈，我因为工作可能很辛苦啊什么的，但是工作有赚到钱。那就分享给妈妈啊！原来你这么累，妈都是因为妈就会住嘴了吗？对，妈妈就看到这个钱就觉得，好像暂时可以堵住。一次就可以了吗？要一直给，长期那就订阅制了。对啊，要这个就是财力要够了。当然我还有这跟孙子有什么关系？不是，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嘛。进京的不？你看进京的啦。我讲进京啊，因为我两个狗拢生啊。有人挡着先，然后有人生孙子给他玩，有人去赚钱给他花，这对他来讲是一件很 balance 的事情。OK，所以我是处在这种状况。要这样子啊，你给他钱，然后说如果我有小孩，我就没有这个钱给你了。这个钱要养小孩，不能给这个钱才给的有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啦。哦，你看老师就是老师，对，就是这个心理状态。好，我最下一题近常常因为这个节目被我爸妈他们有认真收抓去开会。你写电视顶讲乱讲啊，啥代志？所以我现在最近要小心一点。再来。若曦，我最近呢，就是有交往一个对象，他呢就是对象以未来蓝图空手套白狼，套住你了，套住你了。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恋爱脑，就是其实男朋友说什么我都说好的那种，然后他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投资精英。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就是最近要投资一个项目，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就决定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他管。所有危险。认识多久？是在一起大概半年的时候才发生这件事。你疯了，半年蛮短的，半年很短，你都不认识他，这半年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赚多少钱？那个你都知道都知道，他有一份正常的工作，然后只是有额外的投资这样子。对。那你是因为觉得他投资很厉害才交给他？因为我是觉得说他都是就是省吃俭用，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又不是说你要搞清楚他有没有负债。这个倒是没有，不知道吧？全下去你不紧张吗？没有，我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因为就是这笔钱我就交给他管，因为平常他生活作息也都很正常啊。好，他怎么管？那他没有就全部交给他，所以我也没有去过问说他要怎么管这件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有时候呢，他就会说，那个这笔投资有赚钱，就可能这个股票有赚钱，然后我就会说耶太好了加菜，然后我就开始订了300多块的盐酥鸡，他就觉得我太奢侈，我败家。败家。对，然后我夏天呢，因为夏天我是其实住那个有点山脚下，所以是很热的。夏天他不准我开冷气，
然后冬天呢不准我开暖气，天哪！因为住在山上就是夏天很热，然后冬天非常冷，冬天又很冷对，然后他都不准我开，为了要什么？为了要省钱。哦，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你都觉得是优点，对，我就觉得说，我们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因为他是说他很省，因为这个我们省下来呢，我们未来就是这笔投资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蓝图这样子。就我们未来结婚呢，这笔投资会是我们的第一笔就是第一桶金对，或者是说房产，便宜对第一笔这样子。亲爱的，我跟你讲，对面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他连卫生纸都撕一半给人家。啊！可是你那个做水饺，因为我是会做馄饨，就一样。然后就是我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好了。我不洗澡，他不洗头。一个水饺，一个馄饨。我那馄饨我不会摆在床上，但我会摆在枕头底下。不过投资精英这么省，我觉得很怪哎。对啊，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为什么300块的盐酥鸡？因为盐酥鸡现在真的是很贵，就随便点一点，真的都会超过300块。300块，但是我连300块都要骂我，因为他是很生气的骂我。直到有一天，我就发现到他的那个刷卡的记录，然后因为他没有关掉，所以他就跳出来，就发现一笔一笔都很大笔。然后我就发现到说，什么消费？什么消费？百货公司的消费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反正都买东西给你，买东西走百货公司，对啊，我买300块的咸酥鸡，咸酥鸡那品相是什么呢？买什么嘞？品相不知道吗？没有，有时候不会有品相，不会有品相，他只是告诉你刷2万啊，可以怎样没错，通知你。可是有店家大笔的哦，就是多大？就是可能10万、20万的这种。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最小是2万，这有问题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刷在我身上，并我没有收到啊。我没有收到这些东西，这也不是投资，这也不是买投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吵，就吵到后面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就还我钱，他就还我，还好有还，还好有还，他只还我本金。然后我就说，不对啊，那些省的那些钱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就是我这么省吃俭用，那你不是说有赚钱吗？那赚的钱呢？他说，因为那是我们的未来蓝图的钱，那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未来，我们没有未来，那你只需要拿回本金就好。哇！所以他是省吃俭用，会讲他连理专都不如，真的没有未来啦，我省我的，他花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天哪，好伤心哦，好委屈哦。这个事情真的很，他对你也不好啦。他对你不好啊，但是他最后有跟你讲说他那些钱到底花在哪里？没有，他就没有告诉我。你看他没有讲啊。我觉得 Q 我，我真的忍不住了，因为若曦真的勾起我的那个痛处，因为以前那个人其实也好省哦。你刚刚说不能什么冷天不能，然后呢冬天不能那个对，也不能那个洗热水，我真的就是这样。其实我的那个过程真的，我们家那时候大概加起来大概有100多平，你知道吗？2个月的电费多少？你猜猜看。那你无法讲应该要很贵的啊，结果没有700块啊，那你就知道，就是说700块不是基本度数吗？灯都不点吗？没有，就是不能点灯。然后呢，他就说你就留1盏灯，我终于知道，留1盏灯等你，真的就1盏，就1盏，你不能点多。然后理性的留1盏灯等你。对，然后呢，他说山上很凉啊，所以不能开冷气，其实真的很热。然后他甚至呢，比方说比较冷啊，冬天的时候不能洗热水，因为他说洗冷水训练身体。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水深火热，这种男人怎么行啊？所以我真的要告诉你，不是住在山上吗？对，山上啊，就别墅啊，怎么有办法洗冷水？没有，其实山上有时候太潮湿的话，它热就那个热是很可怕的热哦。对，闷又闷，那个汗是会滴下来那种。所以我跟你讲，通常碰到这种这么极端的人，一定要注意。对，他真的可能就是自肥自己，但他比较苛刻你。对，后来发现真的，因为你从表象看，觉得哇，你看哦，他记账记得好清楚，因为他像我那个人，他是连5块钱的卤蛋以前他都要记账的。那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有条理哦，清楚。然后他对于账的东西非常细致，然后一定呢不会乱花钱。我跟你讲，他只是苛刻你。对呀。后来发现说到卤蛋，卤蛋以前是5块，对不对？现在是15块，他就不准我吃了。好奇怪哦！其实我也是这种怪咖，你也是省的那个，对不对？我也是省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后来跟我太太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
你的生活可以省没问题，但是不是要降低你的生活水准？你不要活得很寒酸，对，没有品质。你活得那么辛苦，然后省那5块10块，臭酸啊，你又不行。因为你都不洗澡。这个已经会改了，已经在改变的过程我怕你忘啊。对，谢谢提醒，谢谢 K 哥提醒。对，然后呢录完回去我会再洗一次。对，我都多洗几次，就浪费水。我个人觉得逸翔只要一开口，对，就一定会被围攻，你还是少开口。OK， 我们让子布尔开口。好，要直播了吗？对。是的，来，逸翔基本上就是朋友万岁，老婆都呸。啊，对，好严重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我在理财上面还有什么真的不算差。然后其实我们也后续就是他其实在做一些行政啊，还有什么东西都是我在帮他做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当时候大概3年前，就是我大概知道 Meta 它有出它有出一个就是提醒，就是说它可以开始流量变现。OK，对，所以你发文章或者是什么，你可能可以变现。对，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去申请？对，对，然后我想说他应该会有兴趣，我被骂一通对，他就说这些东西很难用，你知道吗？那都是要用英文的，都要用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准备的东西很多吗？然后我想说什么？他觉得太复杂。对，太复杂。然后我就觉得 OK， 好，那你觉得这样？那我现在也不帮你做，因为我太多次都碰这样子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需要让他自己去做。去年吧，香蕉就跟逸翔讲说，你有收到那个可以申请的通知吗？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这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发文的话，你这样子可能可以流量变现。对啊，对，把你的话讲给他听。对，然后又再讲了一遍，然后还给他看那个数据。然后他每天逼着我说：“娃娃，你怎么还没有帮我用？你怎么还没有帮我去申请？你真的是巨婴哎，真的是巨婴哎，好讨厌我要解释，我要解释啊！不要，然后又反过来。先听我解释哦，先听我解释，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脸书没什么流量啊，我发一个文章5个赞，其中1个还是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没必要做这个事情。对，那时候真的没必要。不是，可是因为你已经收到这个的通知，重点是他收到通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需要官方去给邀请的，他已经有 qualify 了，对，赶快去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因为是后来香蕉又跟我讲，然后因为我看香蕉。他有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对，然后我又可以询问他，所以我才这样。那北北跟我太太说的就不是话，我就觉得说你是不是看不起他？是不是？对，没错，我觉得他比较不了解，快一波啦，不了解，快一波了解，他很过分。对，而且重点是他是朋友是天哦，朋友真的怎么可以这样？老婆早就跟你说了。对啊，我真的必须要说，就因为我们前年的时候，我们就开了一家公司，我就觉得我们的业配还有什么都越来越多。我平常都会帮他去接这些东西。有一次呢，有一个厂商就密他，他很欣赏他，很希望能够跟他合作。那刚好那个私讯在 Facebook 上面，他直接看到了，所以他就直接回，他自己回。那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嘛，他一定是了解的。我当时候真的就很傻，就这样觉得。结果呢，那个厂商就跟他 argue 东 argue 西，然后跟他聊一聊，然后用一些手段合作之后，这个厂商就很常密他，就变得好像有点很好。隔开你，对，隔开我，朋友的感觉吗？朋友的感觉然后对，然后就后来到第2次那个厂商他又要来，就是找逸翔了。然后他找逸翔了之后呢，他说：“我们现在这么熟了，我们就好不好5折啦？”哎呦，他就直接砍了5折，跳过经纪人的都有问题啦。对，然后真的啦，他就是这个企图就好了嘛。他呢先斩后奏，他就让这件事情成了。然后因为账是直接进到公司，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价钱，对，而且我还要开发票给他，这是税外我还要开税金给他，个位数字。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扯，然后结果到这件事情呢，到了第3次，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朋友又要找他，那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鉴嘛，我就想说，那我问他一下，然后他直接跟我讲什么，那个直接打到2折，直
直接是外景不要收钱好了。对，直接是外景通告费。我觉得这个很好了。你真的一翔，你为什么？我知道他是烂好人，我们是烂真心，好人。对，不是做效果了，我们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这也是有原因的。没有，等一下一起讲。他广告还不会下哦，厂商还请我们下广告，广告钱也没付。哎，现在广告费很高哎，你们下广告，请我们然后下广告，厂商连你们的那个广告费都吃他豆腐，都吃你豆腐。哇，那所以这一笔就赔钱了，赔等于是倒赔啊，对，倒赔。那时候可能觉得说工作得来不易啊，不想要放掉这个客人。你每次都打折的话，你也没赚啊，你就回不来了。我跟你讲，价钱就回不来啊。真的。现在有，而且被其他厂商知道怎么办？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等一下，我已经跟他们切割，我已经跟他们切割。你愿意开3折，一翔就 OK 了。没有3折就 OK， 没有这个价了，没有了。我觉得他们的状况可以用我这个板子来做一个，你知道吗？标题叫做“分工不均，关系失衡，婚姻变修罗场”。你看，其实那个。一翔，你跟那个子布尔就是这样，因为你们分工搞得不清不楚，你自己会跨越嘛？啊，你自己跨，对不对？对。其实这个久了，其实真的夫妻会失和，因为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真的。那呢，其实最近圈内其实有一对夫妻也发生到类似的事情，而且蛮受瞩目的。那这对夫妻啊，女生啊是我们大家很熟的朋友，然后呢漂漂亮亮的。那呢，她大概结婚大概8个月左右，然后呢大概去年的7月。宝宝来了宝宝来了，然后呢喜获麟儿，但是呢在日前，他居然呢还在朦朦胧胧当中，他看到了一个新闻跳出来，他居然被离婚呢。里面的新闻大致上是她有老公的朋友跟她老公呢，就是呢去喝了一些酒之后，最后呢就是喝醉之后呢就讲了一些抱怨的话。第一个嫌太太好像太强势了，然后她压力好大，她受不了了，她想离婚。所以其实这个对于一个这样讲好了，对一个女性来讲，尤其她可能在这个照顾baby 的状况底下，看到那个标题，这个标题会杀人呢，吓死人的。好，那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后来呢？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女生就是我们这个好朋友，她有做一个回应，她24小时都自己照顾这个孩子，没有替手。然后呢，除了照顾孩子以外，她只要有时间，她要想办法去赚钱，然后家务事能做的就尽量做，等等巴拉巴拉的。她说呢，其实不管是有形家里面有形无形的家务，她都扛起来，包括贷款，包括保险、房贷等等。就是无所不及了掉，都是他，所以他就讲说他不懂，他觉得说，这个每个人婚姻里面都有压力，可是他像他一肩扛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我听到这些没有必要的一些八卦跟闲言闲语。好，那先讲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她讲到一个关键。其实，在婚姻当中，没有人是可以真正自由的。对，那你所谓的压力，只是你不能够自由自在说，哇，朋友一抠我就去喝酒，朋友一抠我就去干嘛？你现在有小孩，有责任的。对，可是这个就变成说，在你眼中变成一种压力跟不自在、不自由。其实对于她一个24小时整个全部家都由她来扛的女性来讲，我觉得真的会很难受受伤。那她这个就是很明显，我刚刚讲就是有一点点关系失衡。你看我听了，我觉得天哪，怎么感觉都你在扛呢？那个老公显然也是巨婴啊，也是巨婴，那个老公也是巨婴，可是觉得会辛苦。因为在失衡的关系底下，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那照道理说，这男的也应该扛起责任。他现在就受不了，扛起责任还得了？对啊，是小孩子慢慢在大，所以其实真的还需要就观察啦。那但是我觉得女生要适时的把一些所谓的责任分摊出去，他就不愿意扛啊。不管是实质的，比方说你帮忙照顾孩子，实质的，你是不是要分担一些家里面的费用的部分，而不是女生一肩扛，你能扛多久？所以这个失衡其实真的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一个很大的原因。扛得了吗？你们觉得？我觉得巨婴扛不了。扛不了。现在大部分的男生都是巨婴，因为你想想看，你想看那个，我在说你哦，你看那个男生外面的人真的啦，因为我遇到的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他是在喝酒的时候跟朋友抱怨，他已经去喝了，他已经去喝酒了，在抱怨了，他太太在家里推小孩，还没酒喝，你都没有酒，选择酒泡泡都没了，压力好大，真的。
我觉得今年就是把很多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问题大家不忍了全部不忍了，不演了，摊开来，我觉得也好。真的啦。我们制作单位有写一段话，对啊来，是啊卡缪曾说这是一个纷扰的时代，也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对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一定能够幸福快乐。用爱发电。为什么？先把该杀的人杀了，我们就能幸福快乐。然后我讲的部分都比较狠一点，就是你砍手的东西你自己算的啦，那你自己的啦，能磨就磨下去啊，不能的话就断舍离。我觉得是合理啊，合理啊。对。啊，说不定下一个会更好啊，是不是呢？子布尔，不用来言问他，这什么意思？他在候选。好啊，刚好我就看到他，祝福啦，祝福大家快快乐乐喽，吵开来啊！吵开来，吵出讲清楚一个结果来哦。谢谢喽，谢谢你们，谢谢，真的是战火隆隆。对啊，加油哦 OK，一定会改。